全世界只有台湾能生产爱玉，因为爱玉要开花结果，得依赖一种叫做爱玉小蜂的昆虫授粉。这种小蜂对环境非常敏感，无法飞到其他地方，栖息范围只在台湾，也让爱玉成了台湾特有种。有一位银行经理退休以后想要种爱玉，为了让小蜂愿意留下来，他不惜砸下千万买地。虽然这个决定被老同事们笑是傻瓜，他自己也因为工作双手骨折，但是这些阻力都没有让他打退堂鼓，而是付出更多的努力，种出国宝级作物，也实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亩梦田。我第一眼看到爱玉果实，真的哇，这怎么那么漂亮的东西？这是真的是上天赐给我们台湾特有种这种特有的礼物。它在树上整个过手，工人没有踩到，整个爆开的很灿烂，那种美感真的是一大享受。清新果香，仿佛天然香氛飘散林间。趁着阳光露脸，林建文和太太穿梭绿意，采下最得意的心血结晶。那苗栗2号它是比较早生哦，早生它差不多5、6月就可以采了，就有结果了。哦，那它的果胶比一般的品种多了差不多75%，所以苗栗2号的话，它是果胶是最高的。寻到的宝，沉甸甸充满胶质，切开后里头更有惊喜。只有爱玉小蜂能够闻爱玉的受爱玉味道吸引，钻进去爱玉果实里面帮它授粉，哦，然后把卵产在爱玉雄果里面，后续就由爱玉雄果来喂养它，哦，所以它们叫共生关系。看似寻常的小昆虫爱玉小蜂，可是爱玉开花结果的最大功臣。它们授粉却飞越不了海峡，台湾成了唯一栖地，也让全球只有台湾拥有爱玉。但林建文发现，许多爱玉园为了管理方便，会降低海拔，不利小蜂生存。因为爱玉小蜂如果在连续高温超过35度，那很容易就夭折了，哦，那它就怕热。那爱玉本身的品种植栽，怕冰下雪，怕霜。那帮忙授粉的小蜂怕热，所以你不能只有注重爱玉的植栽的特性，你要注重小蜂的特性。为了给小蜂生存空间，林建文遍寻山谷地形。周边林木能留则留，遮风也遮阴，最后干脆霸气买下山地。我当时买是比较便宜啦，就是因为我买来就像对面一样，整片都是杂木林，杂木林买下来买1000万，然后自己再整地开花半年，再整成有一定的梯田坡度这样子，再花也相对1000万，都大概2000万。熟练的操作削皮机，很难想象务农是林建文的人生第2春。过去在金融业大半辈子，担任银行区经理，退休后总算能好好放松，却发现自己不想太悠闲。因为看到很多同事，他们退休下来以后，那整天无所事事，那都闷在家里，偶尔才出去走动，那发觉他们身体都垮得很快，那我很担心说，我会不会步他们的后尘？从农能劳动，又是新体验，他跃跃欲试。又以爱玉是台湾特有种，充满吸引力，决定栽种加工一条龙包办。却没想到这个念头把老同学和同事吓了一跳。那本来想法很浪漫，是一个很快乐的农场，一小块，结果一来以后，你怎么种的那么大片？那看我穿的工作服，汗流浃背的样子，他说：“哦，要是他不会做这种傻事。”当时
我刚买地的时候，同学他的事后他才讲，说他当时听到我买地，他都想说这小子，我看他能做多久。虽然旁人看起来很疯狂，但林建文知道自己不是玩玩而已，小心翼翼把爱玉果实送进烤箱，拿捏好温度。如果温度太高，它会破坏爱玉的酵素，那这部分就会洗的爱玉冻的倍数会减少很多。会到几倍啊？一般常常市面上在卖到40倍到60倍，那我们一般都是100倍到120倍，差很多。低温烘焙，烙上金黄色泽，还得手工一颗颗翻面，再次烘烤，挥发水分后，乍看像小印刷，要变身柔软的爱玉冻，得耐心完成将近3天的马拉松式制程。脱粒后形成金黄流沙，用时间和经验换来的爱玉子得来不易。刚开始身为农业小白，可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就是修枝的时候，2只手都断掉，手腕整个关节都断掉。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来帮你啊，就自己跌倒，工人他们下班了，那只好就近请朋友来载我去医院。即使双手一度粉碎性骨折，也没有被击垮，依然进行最后一道筛选，留下最细致的爱玉子。做农的难免会跌跌碰碰啊，一定会有。在山里修枝剪叶，也被蜜蜂叮了好多次了，整个脸被叮了，整个脸颊肿得好像猪头一样。轻柔散重几丁的方式，那让它果胶跟酵素会不断的释放出来。轻柔散就是因为你一挤干，它会结成团，所以要手指把它揉散，让它吸水。然后重几丁就是把果胶挤出来，不断释放果胶和酵素，容器里的水转为琥珀色。不一会儿，自然凝固成冻，成为大家熟悉的爱玉形态。爱玉果实脱胎换骨完成，林建文还有个加码好戏。正的爱玉的话，你一火烤，它表皮的果胶会焦化，黑色的碳焦化。那如果假的爱玉的话，你那个很多都是洋菜盆做的，它遇到热，它整个会出水，就溶解掉了。你看刚才我用火烤，它完全都没有出水。爱玉真金不怕火炼，果实更全身都是宝。外壳的碎片给了太太陈凤鸣料理灵感。那事实上有很多的籽，它是会粘在我们的那个爱玉壳上面的。那这些都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浪费。那当客人呢做食农教育到我们农场的时候呢，我第一道菜就会端出我那个煮的爱玉茶。熬煮清爽的爱玉茶，让爱玉园多了独家滋味。陈凤鸣同样从金融业退休，当年知道先生要买地务农，做太太的只有全力支持。我觉得他只要规划好，就是之前他跟我讲的，就是说，他把后面我们退休之后要怎么样过日子，都觉得还可以的时候，那他就去做吧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。夹住，夹住，夹住拉。快点，谁还要剪？好，还有谁要体验的？让游客热热闹闹来到爱玉园体验采果去，也是夫妻俩想做的事。因为卖了爱玉子多年后，发现许多人对爱玉的了解非常片面。
常常事后会有打电话来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他洗不成功？来我这边洗得成功？”那我最后就觉得说，这一定要大力的推广出去，因为台湾这种特有的东西很珍贵的东西，那为什么大家对它会那么不了解？夫妻俩打造食农体验，扭转爱玉只有冻状的印象，也让大家见识爱玉不用熬煮，而是搓洗，从细节去感受国宝级作物。它是慢工出细活，要慢慢的去做它，然后像洗衣服一样，洗好的衣服慢慢的扭干，然后再换回去给它泡一泡。这个爱玉呢，是人会使人吃得清凉可口。做农的话，精神层面你会比较得到比较大的一个乐趣，只要自己乐在其中，那只要能实现当年的一个心目中的那亩田，就要勇敢去面对，找到心中的那一亩田，实践自己的理想。林建文的人生下半场，有劳累，有恬淡，却有前所未有的富足心灵。